最近呢有点小困惑，其实作为一个厨师呢，我最早拍视频的目的是让大家更好去学这个做菜，少走弯路。后来我发现呢，因为我做菜的过程中老是讲一些专业术语，大家听不懂。什么生粉啊，朋友们就留言，阿伟这个生粉到底是啥粉？后来我为了让大家听得清楚啊，就把它改成了淀粉。淀粉的话，还是有些新进来的粉丝啊朋友，他也不知道，跟我说淀粉到底是什么粉？市面上非常多的淀粉，比如说像这个小麦淀粉、风车生粉、玉米淀粉、木薯淀粉，然后这个红薯粉、豌豆淀粉和绿豆淀粉。那做菜我们到底用啥粉？其实我告诉大家有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。你去买这个粉的时候，其实它有封面啊。你看这个封面，小麦淀粉适合做什么？虾饺。像这个木薯粉适合做什么呢？芋圆和布丁啊，这就适合做点心类。像有些商家呢，他生怕你看不见啊，还给你写了字的哈。炸酥肉、水煮肉片、炒肉丝，非常简单，一看就会了哈。这些节目基本上就完了，也分享不了更多的知识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。你雕的吗？偶像？偶像不对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用呢？可能你们也会有疑惑，所以说今天的目的啊，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淀粉的知识，以及告诉你为什么要加这个粉。大家呢都比较喜欢听这个烹饪逻辑，那么今天我用烹饪逻辑的方式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淀粉。中式烹饪里面，淀粉主要用的3个方面，第一呢就是这个勾芡，第二就是挂腹，第三就是中式点心啊。什么叫勾芡呢？勾芡你记住2点，一是什么呢？锁水，第二是八味。什么是锁水呢？你想一下，像我们做的水煮肉片啊，以及这个滑肉的话，它表面有层粉之后呢，它就可以把这个肉里面的水分锁住，水分不出来的话，这个肉片就非常的嫩。什么是八味呢？像我们做的麻婆豆腐啊，以及这个鲍鱼捞饭啊，它表面是非常光滑的，这个食材表面是很难有味道的，勾了芡之后就不一样了，你吃在嘴里非常的有味道，有口感啊。挂腹呢，除了前面说的2个点之外，它还有2个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造型，像前面做的这个鲤鱼跳龙门呢，我们需要挂个腹，让这个鱼自然立起来。第二个点什么？酥脆，像我们炸的鸡腿一样，外面是酥脆的，里面是嫩的，它能不好吃吗？第3个点什么？在点心里面呢，像我们的虾饺啊、水晶包啊，就需要加点淀粉在里面，它起个作用是增加这个皮啊它的筋度，然后呢光洁度更好看一些。那么我们做一道菜到底选用什么样淀粉呢？其实是由它的粘性所决定的。粘性由什么决定？粘性是由直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之间比例的决定的。直链淀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种胶性，就好比我们吃的这种果冻啊、口弹的。另外一种直链淀粉是什么？直链淀粉的粘性非常的粘人，粘性啊。通常我们勾芡的时候说的生粉是什么呢？玉米淀粉和这个土豆淀粉。因为在玉米淀粉里面，它的支链和直链的比例是7.3比2.7，土豆的话是8比2，2种淀粉非常的粘，其实就比较适合这个勾芡。那么像这个豌豆淀粉和绿豆淀粉，它的直链比例和支链比例是4比6，属于不粘的那种，它就不适合拿来勾芡。勾芡的话就很容易脱，它只适合拿来做什么？做凉粉、凉糕。还有2种是这个木薯淀粉和这个红薯淀粉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黏了，非常的黏，它就不适合勾芡。如果你在家里面做的话，很容易翻车，因为它粘性越强，在这个食材表面你芡挂得很厚，这个菜就比较的发黑。所以说像这个木薯淀粉就适合做什么芋圆啊、布丁啊。那阿伟，我又疑惑了，我之前看你的小酥肉用的是红薯粉啊，那为什么我看你的直播你做了个锅包肉用的是土豆淀粉呢？你是不是在瞎做啊？因为小酥肉的话讲究酥脆，就是我们放段时间它吃的还是脆的，这个时候就要求这个腹要厚要脆，所以说红薯粉更适合一些。你想锅包肉，如果你用红薯粉来做的话，它的粉就比较厚比较脆，然后你再扯一个糖醋汁儿，糖醋汁儿是很难接触到这个肉里面的，就形成了肉和这个汁儿分离的，所以说呢，使用土豆淀粉更适合一些。还有一个呢，我经常说的是灯粉，灯粉是什么呢？灯粉就是小麦淀粉。看这有个字的哈，这写的是灯粉的，就在点心里面才能用。有些做粤式点心做出来，它和普通的低筋面粉、高筋面粉它真不一样，它做出来特别的亮啊。还有一种什么呢？还有一种就是英粒粉，其实它就是玉米淀粉，只是说比普通玉米淀粉更高级、更好一些。好了，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淀粉，大家听了肯定会有点懵。那么我在家里只有1种淀粉可不可以做菜？你当然可以做了。我今天讲的只是说更适合哪种粉适合做什么菜而已。你在家里面其实我推荐2种粉就够了。一种就是这种土豆淀粉，还有一种是红薯粉，基本上就可以兼顾了。其他的粉你都可以放一边啊。前面聊了这么多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最关心的问题，大家经常在问我勾芡的比例是多少？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比例。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勾芡，什么厚芡、薄芡、琉璃芡、二硫芡什么区别？其实很简单，你看我是怎么做的。在玻璃碗中呢，我们放入少量的这个土豆淀粉啊，接下来我们放点清水在里面，将它搅拌均匀。扯芡呢一定不要有颗粒哈，平时我们扯芡的话就调到这个程度就好了，有点像这种蟹的牛奶一样，
我只是做个比喻哈，它没有真的牛奶这么白。之前呢，大家老是问我这个勾芡的比例是多少啊？其实不是在这步完成的，它是在下一步在锅里完成的，包括你的稠度啊、稀度啊，一定在锅里完成。像扯芡的时候啊，这个淀粉呢还沉底，你这时候你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。你像这淀粉它就沉底了哈，它就是一坨一坨的这在下面，你给它搅拌均匀。接着锅里水烧开之后呢，扯芡一定要开水啊，你别说水都没开就开始扯啊。看，倒的时候不要倒得太急，慢慢的下。看见没有？现在就慢慢的是薄芡了哈。你看这个水有点浑稠的，这就薄芡了哈。我们想它再浓一点是吧？浓一点我们再加一点啊。像这个呢，做什么蚝油生菜啊，我们就扯到这种芡就好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浓一点哈，一定像这样湿的，慢慢的倒下去，不要一股抽进去哈，它就很容易成坨。好，这个芡就有点像我们的爆汁了哈，只能说现在这个颜色是白的哈，这个程度。然后我们要做什么豆瓣鱼啊，这种汁啊，你要扯浓一点，因为它会搓前还会加点油哈。想浓你就倒汁儿，这是没有比例的哈，这就更加的浓了哈。但是如果你要加油的话，像我们扯的什么松鼠桂鱼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汁儿是扯好之后，你要加点油，油的话它会亮，会稀释掉这个芡的这种稠度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芡你一定要稍微扯的浓一点点哈，再扯的话就变成了凉粉哈，或者是叉烧芡哈。像有时候我们做点心的叉烧芡，大概就会扯成这个样子，这就是不是越来越浓了？其实它是没有比例的，就根据你的个人在锅里下的时候的水分以及温度来决定的。好了，这期关于这个淀粉的原理以及这个应用的知识就讲完了。可能会大家看起来会比较的干，但是我这期是从这个做菜的原理以及底层逻辑去分享一些知识点。大家如果觉得行的话，我们后面再给大家出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。如果大家觉得太枯燥，后面就减少这方面的输出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偶像。